通过今年的这个上合组织的这种反恐演习呢，我们一个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恐怖主义和恐怖势力。同时，我觉得呀，也是给美国和西方国家做了一个样板，就是反恐应该怎么反，反恐的这种就是军事的演习应该怎么演。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和平使命2021军事演习是从这个9月11号开始的。这个呢，参加的国家很多。有人问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日子呀？因为我们讲这个和平使命2021它是为了演习联合反恐。那正好呢，这个9月11号是这个911事件呢20周年，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可能在提醒大家，就是恐怖组织、恐怖势力、恐怖分子并没有从我们的这个地球上消失恐怖势力、恐怖组织还是存在的。那既然这些组织和势力存在，它就必然会威胁世界各国人民的安全。况且呢，这个我们讲这个恐怖分子，他也可能随着难民涌出来这都是现实情况。所以我们这个很多的国家，特别是上合组织的国家，联合起来进行这种反恐的军事演习一个呢是要体现在反恐的问题上，我们的这个标准、决心、意志是一致的。因为这个讲到这个标准呢，当911事件发生以后，当时美国也是说要反恐，那当然世界各国都是支持反对恐怖主义。但是美国在这个20年的反恐当中呢，它变了味儿了他把很多的军事行动干涉他国的内政也放到这个反恐行动里边来了。所以呢，这样这个反恐呢，就不是一个这个真正的反恐，而是一个夹杂着美国私货的军事行动。比如说这个美国说伊朗的这个他的革命卫队是恐怖组织，那这是一个国家的正规军，是一个军队你怎么能把它说成一个恐怖组织呢？所以你这样界定恐怖的话，或者是打击反恐的话，这个就得不到很多国家的认同。再有一个呢，在军事行动中，比如说美国是用无人机采取这个就是插大一体的办法，突然发现目标，然后用暗杀的方式把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的高官就苏莱曼尼给杀了。那人家说，你既然是反恐，你怎么能用恐怖分子的这种暗杀的行为去对付人家的这个军队的这个高级将领呢？所以也不行。所以美国由于它夹杂着很多私货来进行反恐，所以我们说呢，美国的这个反恐实际上是不成功的。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这次就上合组织这些国家联合进行的和平使命2021这个演习，它就不一样。因为它首先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大家都是认为这是这个反恐，所以呢，你看它动用的这个兵力比如说这个官兵还有就是数量，这个是几千名的官兵包括我们中国派出的这些部队都是北部战区的。因为北部嘛，它靠近就是俄罗斯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演习是在俄罗斯的靶场，因为靶场里边嘛，它有各种地形地貌，比如说有山，还可以有这个进行巷战的时候，这些城市的这些模拟的建筑，还可以有这些壕沟等等它可以在一个场地里边把很多的科目都给演练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联合大家呢，就是各国家的这个官兵一块儿进行反恐。我们出动了这个500多名官兵，然后呢，动用了130多台的这样的装甲车，还有运兵车，还有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体现了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对这个恐怖主义还有这个恐怖分子进行打击。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科目上进行了改变。因为过去的时候呢，恐怖分子的装备呢，应该说比较简陋、比较简单，主要是一些爆炸物或者是一些轻武器。但是现在呢，我们考虑到就是它的这个地域也发生变化，不仅仅在山区或者是农村，它也会在城市进行恐怖袭击。再有呢，就是它使用的这个装备，可能也用无人机，因为无人机呢价格比较便宜，而且呢起降呢也比较方便，而且它的这个就是说
造成的这种损失或者破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演习科目的时候呢，增加了反无人机的这样的演习，所以完全是出于对恐怖组织进行打击，对这个恐怖分子进行打击的一种方法。所以通过今年的这个上合组织的这种反恐演习呢，我们一个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恐怖主义和恐怖势力。同时，我觉得也是给美国和西方国家做了一个样板，就是反恐应该怎么反，反恐的这种就是军事的演习应该怎么演，不应该是把这个军事的这种力量就是去颠覆其他国家政权，不应该把自己的这种理念强加于其他国家。还有一个呢，就是恐怖分子恐怖主义，并不是说打了美军的都是，而是说他要对这个老百姓、对民众、对一般的这个国家进行就是没有特定目标的这种滥杀无辜的这种打击所以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方面进行合作，因为只有合作才能把恐怖主义、恐怖分子给它控制住、打击住，不然的话就是家家私货的这种反恐，恐怕是越反越恐就是这样的话呢，反恐的这个任务可能是就遥遥无期了。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